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前次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是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前海军舰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在南海或者是在我们附近的海域，前2天才刚刚看到美军跟菲律宾的海军在一起进行，对不起，是空军进行联合空中的巡航。而今天呢，我们就看到美国、日本、澳洲、菲律宾这几个国家联合在南海的多边海空军演。美军的动作这么多、这么大，到底是为哪桩？我们先来看看呢。媒体还发现了说，你怎么先演习？演习完了再发布新闻稿这件事情有一点点不寻常。而另外呢，很不幸的最近正值美军的多事之秋。今天我们看到的最新消息是，美军承包的飞机在菲律宾的南部坠毁，机上很不幸的有4个人全数罹难这是发生在6号的时候那美国印太司令部也证实了这个讯息，只是我刚刚讲了在美国本土一样有军机坠毁还有一些客机一样都发生了一些不幸的事件，包括1月28号上个月月底，一架 F-35战机在阿拉斯加训练的时候坠机，隔天1月29号，华府一架黑鹰直升机撞上了客机，67个人全数罹难，很悲惨呐。上头很多小朋友他们都是这个滑冰的优秀选手。而在1月30号、1月31号，又有一架医疗专机在美国本土坠毁，机上6个人全数罹难。那个画面都是触目惊心那当然大家都说可能有系统性的问题那美国人自己也在检讨，可是对于其他世界的干扰美国人其实都还在进行当中，包括我们现在要说的是美军的 F-35 2架怎么搞的，在大年初8紧急降落在日本的松山呢？这件事情很不寻常。那有人说是因为油用到没有了耗尽了，所以只能紧急迫降。可是这个是表面上看起来，可是它深层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呢？现在美军其实没有发布新闻，可是有一些军事专家或者是包括对岸的网友就分析说美国的战机可能是前往东海、黄海、南海进行某种支援任务。然后呢，因为跟菲律宾联合在空中演训嘛，那菲律宾的空军可能没有这么优秀，所以不排除美军出动了 F-35前往进行支援到南海，所以这个才会出现燃油耗尽必须迫降这样子的一个尴尬的情况。而另外呢，我们讲到 F-35B 美国陆战队有39架的一个这个耀翅2型的垂直起降战斗机，现在要退伍了要退休了，因为它其实也蛮老旧了那说是这39架耀式战机一半将在2026年，也就是明年要正式退役，那其余的也慢慢会在隔年的2027年逐步淘汰。那讲到军力或是武器、军武的数量跟性能，中国大陆现在呢，其实跟美军有的一拼我们先来看看解放军它生产这个军机的速度也很惊人，3天就生产1架歼20的战斗机。我们可以看到呢，包括年产量算一算，大概就是120架那其实很可怕所以现在已经变成了机等人这样的一个状况。飞机好多等这些飞官训练完成才能来飞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在海上也一样，过去我们讲说下饺子有好多军舰很快的速度就被制造出来了。请导播让我们看看这个画面，这是中国大陆的055型飞弹驱逐舰延安舰他们在海上展示垂发单元大尺度的展示你可以看到上头在进行这些炮击大炮。这个强大炮击能力的操作手都是00后，都非常年轻的一些这个军人那当然，我们看到这些画面，我们通通都要警戒，包括这件事情可能大家也要留心那这个 CNN 也做了一个报道，说是四川有一个新核融合设施已经是全球最大了，还有一个空拍的照片讲说它的规模比美国的这个规模大了50%中国大陆可以以极快的速度跟追赶上美国甚至可以
用于开发新型的核武哦。所以这是透过卫星照片，我们看到 CNN 做的一个披露哦。那这个国力当然是各种综合的展现，包括呢五角大厦说，因为川普来了嘛，川普2.0，他可能也在进行他们美军的一些整合跟调动，他的军力的集结，说是有可能要把叙利亚的美军撤出来。这个也是来自于这个 NBC News 的一个报道，说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可是如果真的把它撤走的话，美国海军目前在地中海一带就没有任何的航舰打击群或者是待命的支队这个会变成这个区域3年以来兵力驻留的最低点因为大家知道美国的强大很有一个这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它投射很多兵力在各个区域。那另外呢，川普想要赶快把2个战场给结束包括乌克兰的战场，还有包括在中东的加萨我们看到呢，乌俄和平计划说是提前曝光了，传出来川普要求在4月20号两边要停火。那乌克兰的条件是你不能加入北约，而另外加萨走廊传出说川普要接管，美国要接管，而且呢，川普还发下豪语说不必费美国的一兵一卒那当然他语出惊人他说要把这些加萨的这个巴勒斯坦居民给移走，可是这个事情听起来是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这个很难很困难。那白宫的幕僚长听到川普这么一宣布，镜头捕捉到他的表情，他整个眼睛瞪超大的因为很难想象这个计划被提出来，然后要执行。所以你看到BBC 英国的国家广播公司就说这不可能做到啦，怎么可能接管加萨走廊？那这些所有的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的人民，你要把它移到哪里去？这个很多的问题呀。可是现在以色列已经喜形于色了，你看到极右翼打蛇随棍上，纳坦雅胡喜滋滋他说川普这个构想没问题 ，OK 的。好，我们先请教舰长，舰长怎么看？包括这些军事我们刚刚讲了这个联合的军演。我们看到这个大陆网友他有分析说F-35它燃油耗尽降在日本的松山机场那这个可能是支援黄海、东海跟南海的任务，这绝对是胡说八道。为什么？因为它如果在黄海出现了任何问题的话，它可以直接降到九州的春日那个空军基地就可以了。春日在九州那如果是在东海出现任何问题的话，它直接降在加索纳空军基地就可以了。它在南海出现问题的话，它就直接降在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就好了。它为什么要跑到松山去？那其实没有理由啦。那但是呢，我们来看看其实现在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军演一直在南海或者是即将在菲律宾海，为什么？因为那个美国在准备酝酿一个非常大的军演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也是第7舰队它公布的最新的这个操演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刚刚主持人所讲到的无论是澳洲、日本或者是菲律宾、美国，它所进行的这操演，但是我们从这样的编队这个我们在海军叫做单纵队。什么叫单纵队？就是排成一列可是大家有没有看到歪歪斜斜的？那就代表他们其实在进行的就是共同可操作性的演练。因为我们每艘船的右舵5度其实舵脚一样，可是转出来的旋回圈并不一样，所以要不断的练习。那我们船速呢？那虽然我们可能推那个前进20节，可是我们的各种仪器装备的，其实它的一个不同，那也会有不同的感应。可是这张图里面有一个最吸睛的是什么？那个第7舰队没有对这个做解释可是我们看到微博一阵沸腾。为什么沸腾？其实这边有一艘054级那个054的护卫舰，这个是解放军的。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美国的重大军演，解放军不是派了815那个电子侦察船，就是有解放军的船在里面。那我刚刚讲说有关于这个训练的问题，其实不是只有一张照片
那个解释啊。那我们来看，这是另外一张照片，其实也是如此啊。我们这个在海军叫做什么？叫做同转，就是大家一起转。可是我们显然的看到，大家转的不但角度不太一样，而且速度也不太一样。我们看到中间这个从上数下来，第二个这个是最小的船，这就是菲律宾的船。你有看到它舰尾有水花吗？舰尾没水花，就是它正在停车啊。那它为什么停车？那是坏了吗？还是因为技术不纯熟呢？那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们要这样讲，其实美国现在正在手把手的带着菲律宾，让它的我们之前看到 B1B 带的 FA-20的这个精英攻击机，那现在我们看到海军其实都是如此。那美国在做什么？美国其实在做的叫做集体威慑或集体吓阻。为什么？因为其实美国的军力已经大不如前了，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他把这么多国家的部队一起拉起来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他在这一篇刚刚我秀出来给大家看的那一篇啊，其实是印太司令部的官网他的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里面其实讲来讲去，他们也就是要包围中国大陆啊。但是呢，我们来看美军，那我刚刚讲到说，其实他军力已经不若以往了啊。那有什么可以证明呢？我再拿一个证明来给大家看。这个是最近一次的那个 USNI， 也就是美国的海军的新闻网啊，它其实讲了一件事情，也就是我们一直看到在佐世保的这一个闪电航母，也就是美利坚号，它即将在年底之前要回到圣地亚哥，它已经不部署在日本了。也就是说，在东亚的这一个轻型航母再少一艘。来，赖老师怎么看？美国跟中国军力的一个较量哈，过去美国占有绝对的优势啊。那在陆军方面，美国不具备有优势，但是呢，如果就海外投资兵力来说，美国占有很强的优势，海军跟空军这个部分。可是在这几年啊，美国一直被大陆追上来啊，尤其是我们看到水面舰队，特别是新式的水面舰队，美国不管是这个巡防舰也好，导弹驱逐舰、护卫舰也好啊，都被中国大陆赶上来了，而且还超越。美国目前来讲，在海军还维持优势的，只剩下航母啊，航母有优势，还有水底下的核动力潜舰具有优势。可是问题是在于，在空军这个部分，美国在过去也保有强大的优势，因为最新的5代战机是美国先做出来的，包括 F-22的战机到 F-35的战机，也就是原来是空优型的 F-22到 F-35，那也就是我们讲的高低或者轻重搭配，美国占有很大的质跟量的优势，但是这个优势已经不在了，因为 F-22后来发现设计错误，所以生产线都拆掉了。那因此 F-22现在少一架就没一架了。那怎么办呢？他就把 F-22的一些性能转到 F-35，F-35就变成不是属于这种高低或者轻重搭的战机，他把它往上拉，但是这样的情景就阻碍了它的飞行的速度啊。现在的 F-35成为美国的主力战机了，因为 F-22开始在减少，然后 F-35在增产，可他很快的发现大陆的主力战机歼20，它的量产的速度已经赶上来了，所以质跟量都开始超越美国。那这样的时间每隔1年，美国在空中的优势就丧失一部分，每隔1年就丧失，这个对于美国来讲不是好事情，尤其是大陆的这个除了歼20，我们也看到歼15、歼16等等都一直陆陆续续各种机型的战机都在问世，也都在出来，甚至第6代战机的原型机应该也出来了。而美国的原型机现在等着川普去拍板定案。从这个逻辑上来推，大陆的第6代战机它等于是快于美国了，因为美国还没打造出来，而中国已经打造出来了。这个对美国的空军来说，他们的压力很大，所以你才会看到他们的洛克希德马丁他们在估算大陆的这个歼20的建造速度。例如说，他从去年他看到大陆宣布他的这个歼20大概有几架，然后现在已经发展到几架，他就推算你等于是平均3天就制造1架嘛。那这样的一个质跟量都优化的一个情形下，
对美国的空军一旦不占有优势，它未来如何跟解放军在海外能够较量？海空都没有优势，那美国的海外兵力投资，只要碰到解放军，甚至在东海、南海啊，甚至在两岸台湾海峡，在大西洋的另外一端，美国都不具备有优势。这个对美国来说，他们已经很明显的它在未来它的战斗力就越来越差了。那另外有关于中东地区的问题啊，我个人觉得川普又捅了一个马蜂窝，他做不到的，230万人，你不发一兵一枪，你要230万人自动乖乖的排队121离开加沙地区，我觉得川普太乐观了。是董哥怎么看这个事？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川普他上任有非常大的压力，就是他要先结束2个战场对，那这2个战场当然对他来讲，以色列跟加沙走廊这个比较好解决，因为这个对他来讲就是说战争来讲是一面倒，所以他觉得他比较有发言权。可是全世界可不这样认为，因为川普采取的是种族灭绝嘛，就你们这些人全部迁到埃及，他也不问埃及的意见，就好像他每天讲印太，他把印度的那些非法移民就军机就送过去还你了，对方也不知道，就这么回事川普的很多做法其实让很多国家觉得很不安，就是说你的承诺或怎么样，我们能够相信吗？那加沙走廊，川普现在新的点子出来了，就是我把这些人我把他送过去埃及或其他地方，我们会帮他盖好的房子或怎么样，美国人民会同意吗？这些人至少150万呢，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说他可以享受我们现在的生活怎么样？我将来后世留给我的评价就是我就是和平使者这是川普今天所讲的。那大家可以看到他所有规划出来这个美梦显然是很困难的，因为连教宗都有话讲这个叫做种族灭绝。那另外一个当然俄乌战争，它的复杂性更高，就是因为欧洲这么多国家去协助了乌克兰。那当你把这个情况看了，这个战争已经延了3年了，那有谁有办法跟普丁对话呢？显然没办法。那普丁说，我也不愿意跟乌克兰对话，因为你这个总统是没有民意基础的，我普丁是有的。你7年5月你任期就到了，你现在不是民意基础的总统啊。那现在美国这方面认为说，对啊，你乌克兰应该改选啊，你现在这个人的民意基础不是民主国家的常态啊。可以看到了，它里面有困难。那当然，川普在选前就信誓旦旦就可以马上结束，虽然时间一直推后，但是可以发现了川普把这2个东西放在心上，那他会放在中国大陆吗？当然我们看到整个南海的过去美国的挑衅，这一些东西让很多人都看到了。那看到了，你也看到从去年底到现在，中国大陆发布了很多新的科技，尤其是那个战机第6代领先，这些我们节目都讨论过。你可以看到，其实美国人自己心里是非常的紧张，因为他对于中国大陆这些新的东西，他很多东西是高深莫测，就常常是突然就出现了。那突然出现，你就措手不及，说他们怎么会有这个？不管太空的航天，或者飞机，或者船，那船的生产速度比那个还快啊，连美国自己都吓到了。所以这一回合你可以看到一个从容不迫的习近平，正好整以暇在等待川普。川普比较急，他不急。所以现在川普真的是紧张了吗？我们看到呢，中美的贸易谈判已经告吹了，2个人本来说要通电话，可是这个电话没有通上我们先来看看到底是谁比较急，或是谁比较需要谁可以有一些细节来看。中国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被问到说，这2大巨头什么时候可以通上电话呢？他避而不谈，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报道就讲了，从这边可以看得到，真正不着急通话的人是习近平，川普其实有一点急了那所以什么时候2个人会见面谈下一步呢？现在都还在未定之天。而中国大陆到底有什么样的底气或是筹码呢？我们在这里分析给您听。包括第一个筹码就是他现在下令要管制25种稀有的金属出口。那西方很多客户说不行啊，如果有一些这个
金属没有给我的话，我没有办法生存哦，包括钨哦，包括因为这个是包括制造业、国防都很需要的一种贵金属哦，或者是一个稀有的金属。那另外哦，除了金属之外，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说，他宁可关掉 TikTok 也不出售。因为川普不是想方设法希望拿掉他50%的股权吗？他说那算了，我把它关掉吧哦。华邮就报道说，北京拿它当作筹码，现在啊立场越来越强硬了哦。过去可能还可以沟通，现在想说算了，我不要了，可以吧？不要最大。好，那筹码3是反制川普的关税哦，那北京就禁止 iPhone 的苹果税，有可能会这么做哦，因为中国现在正在审查苹果公司的政策哦，包括对应用程式在内的购买收取高达30%的佣金，还有禁止第三方应用商品和支付服务的做法。觉得我要调查看看哦，你这个是不是违反了一些商业上面的一些准则呢？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呢，因为美中的这些贸易战关税战的拖累，所以这个礼拜一特斯拉下跌了，股价跌了5%，苹果的股价也跌了3%，可以显示投资人很担心呐，这2家公司都是巨擘，在美中贸易中紧张，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另外呢，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这一方面呢，也锁定包括川普其实就说了我除了这个你的一些能源进口啊，我可能要好好的查，包括他在制裁伊朗嘛，那伊朗的石油是不是输入你中国他就提出这样的控诉，这是来自于美国财政部的控诉，说他们有查到这个伊朗武装部队啊，参谋总部还有一家被制裁的挂名公司他们去运石油到中国大陆去，所以他会寄出金融制裁。可是中国大陆这一方面也是老神在他也在发展他自己的包括能源的战略以及印太的战略，包括你看到吉尔吉斯这边有一个建设中吉乌铁路的这个所谓的钢铁丝路还有包括巴基斯坦也来说要做一个离岸油田的开发。那另外印太这边呢，泰国、汶莱啊、库克群岛都有一些深化的合作方案。比较值得关注的是泰国，大家知道最近泰国有一些诈骗的事情这个在中国大陆其实引起很多的新闻，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习近平在这个北京就接见了泰国的总理贝东丹那贝东丹呢也是有备而来他承诺会很加大的力度来打诈那你也可以看到呢，习近平说中泰友好那中泰一家亲啊，如何两国还会继续的走下去。那这个泰国总理为了要挽回中国大陆对他的投资啦，还有观光这边的信心啊，他在要出发到北京之前，对边境的诈骗园区断网、断电。还有断油就是意思就是说，你看我会来扫荡这些非法的组织然后宣示我打诈的决心，来向北京输诚。那泰国大家知道那有很多人都是有华人血统的，包括这一位总理也不例外。所以呢，他还跟习近平讲就说我是有华裔血统。我们听听看他怎么说。Thai people always come to China and feel like home. So I hope that Chinese people can come to Thailand and feel like home as well. Because all the security reasons that maybe all the rumors that you heard is just a rumor. No,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ailand who's have the Chinese blood in her guarantee that it's going to be very safe for Chinese people as well. 好，这位非常年轻的这个女性的泰国的总理他就做了保证说你赶快来玩吧来这边旅游，因为他们损失了很大一笔旅游的观光财。最近很多中国大陆的游客不敢去泰国了。而另外在商业上面的这个合作尤其是基础建设，包括泰国现在批准的中泰高铁第2期的工程预计2030年会完工。那这一位女性的总理到了中国大陆访问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派出了中南海最强女保镖来做护卫。镜头上您看到的这位女保镖有
最美女保镖之称哦，她叫做颜月霞哦。那她虽然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哦，可是她过去曾经贴身保护过叙利亚的夫人，也是少林寺俗家弟子哦，曾经一个人打倒5个日本空手道的冠军哦，这是他的丰功伟业。那也变成了一个新闻哦，大家也都在津津乐道。来请教老师。我觉得中美贸易战啊，其实我们全世界都不希望他们开打啊。那美国先开打，美国假借由芬太尼的理由，在2月4号的时候开始执行对中国大陆课10%的关税。在2月2号的时候，大陆已经公安部直接跟美国人说，芬太尼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第一个你要先解决的是，你们为什么你们的国家这么多人在吸食毒品？第二个呢，就是芬太尼是一个管制性的药品，我们的出口都是经过审批的，那每个地方都有对口，你应该去查美国那边买到芬太尼之后，他怎么去配销，有没有按照他的流程来走，而不是来找我们。你应该找你们自己，把那个问题流程弄清楚，你就可以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那这样的一个2月2号的回答，等于是告诉你，川普说芬太尼的问题是你美国的问题，要把它把脏水泼到中国身上，中国不会接受。结果2月4号就开始实施关税了，大陆在同一天马上就反击了。玉渊谈天，也就是新华社的一个官方的一个评论里面就已经提醒美国说，这只是中国准备好的开胃菜而已。那换言之，也就是你如果要升级，中国奉陪，一点都不迟缓，也不手软，那就彼此来升级，要升到多高都没关系。那当然，在这个之前，美国有很多弹头的经济学者就是说，哎呀，川普的这个10%的这个关税啊，就会造成中国 GDP 的0.5%的下降。就是说你打5，你的5是达不到的这个目标，我们就说你在胡说八道。中国大陆1年的 GDP 的总产值是18万亿美元，18兆，而中美的贸易才6000亿美元，6000亿美元才占多少百分比啊？那怎么可能会是0.5%的 GDP 呢？这个很明显的就是胡说八道了。那这个代表什么？代表他们都在搞认知作战，也就是说用这个东西来吓唬。好像中国大陆，可是问题是大陆并不是没有经济学家，他也会精算，也会去计算出来。那您也看到了，中国大陆的出手是组合拳了啊。现在苹果比较麻烦，苹果的股价马上就应声就倒下来了。为什么？因为大陆开始启动对苹果的调查，这个调查一旦完成了以后啊，因为这个都是事实，苹果的对中国大陆的收费最高，它的权利金都占30%，太高了，比任何一个国家都高。这个是不合理的，所以你苹果要不就自己降，要不就本身会被像欧洲一样课予巨额的罚款啊，这是第一个。那而且一罚可能就是100亿美元哦，啊，这是第二个呢，就是你不同意其他的支付在你苹果上面能够用，也就是说让消费者有选择，我要用什么钱来支付，你不同意的话。那你这个就是歧视性的行为，因为你在美国、在欧洲，你都同意他们可以选择不同的支付系统，可是你苹果在中国只能有你的支付系统，那这就不合理了。所以如果你不改善、不改变，那很有可能这个罚款就是巨额，而且是天价的罚款。所以对于苹果来说，它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它要不要改变、要不要调整，因为它前段时间跟腾讯。他们本身在争吵的时候，其实就是腾讯也认为你的30%的权利金实在是太高。我个人认为苹果势必要调整，它如果不调整的话，那它基本上会被罚很巨额的罚款。可是我觉得很多人问说，那为什么大陆现在才出手？大陆的鸿蒙如果不成熟的话，坦白说，你大陆难道你要把这个安卓系统养到最垄断独大吗？因为大陆是反垄断的，它总希望有一个平衡。可是现在一个鸿蒙有3个可以选择了，而鸿蒙是中国自己国产的，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它为什么还可以让你们这些网络商他们可以予取予求？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美国的网络支配全世界的时代真的已经结束了。好，请问舰长。川普总统啊，果然他就是一个生意人。他在对于进行这种国际关系的交往的时候，其实他都是以生意人的作为一种主轴啊。那我们先看到的，也就是加拿大跟墨西哥的关税为什么延后30天，意思也就是我逼你让步。可是下一次
他就会真的来，然后让你不断的就是让加拿大跟墨西哥不断的对美国让步。那他以为这样对于中国大陆也有效，但是没想到中国大陆祭出了组合拳，而且这个组合拳呢，拳拳到肉，而且川普说，这是我的第一炮哦。那但是其实中国大陆一直讲究的也就是谦和，他其实没讲的说，这个其实回敬你美国的只是开胃菜而已啊。怎么说？因为其实我们看这一些对于现在他对于那个有关于关税的部分那例如说产于那个美国的煤炭、液化石油气被加征那个15%的关税，可是我们问一问，现在美国那个中国大陆它用的煤炭到底从哪来？它自己有产啊。那另外它还可以从澳洲进口啊。另外中国大陆现在不是都在煤改气吗？也就是它都改用天然气，天然气的最大宗来源是美国吗？不是吧，是俄罗斯。所以其实它只是稍微警告一下。那另外呢，那个原油或者是大排气量汽车那10%的这一个关税我请大家去看一下无论是俄罗斯或者是中亚这些国家，它用的这种大排气量的那个汽车到底从哪来？都从中国大陆来。所以中国大陆有底气的很那但是呢，我们讲到说对于这种稀有金属的管制那管制的时候，那加拿大的矿业公司的执行长觉得哇，这样子其实无法生存。为什么无法生存？我们可以看到有关于钨的部分钨的部分，我们看到全世界最大的产量的是哪一个国家？其实第一的是中国大陆，它产量呢是那个66000吨那这66000吨，其实然后我们再看看第二的是哪一个国家？第二个的是越南，越南呢其实只是个零头只是3500吨而已。第三被制裁中，也就是俄罗斯。那俄罗斯呢其实也是零头2000吨而已。而且其实我们这样看也就是中国大陆现在只是给一个开胃菜，那不会让美国真正的痛到，也就是你美国你少拿这个什么第一炮来对应那个中国那中国大陆自有其他的方法，也就是说你对我步步进逼，那我也不客气的慢慢的秀出我的谈判筹码。来我们请教董哥。2018年川普打开了中美贸易大战，那时候中国大陆因为他还没有很有防备，甚至他很多技术也不成熟，所以他那时候其实受到很大的冲击。那这回他当然是有备而来，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你看他一状告到世界贸易组织，马上就收件了，表示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了嘛。这才几天，怎么可能？那世界贸易组织也承认他们已经收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当然对中国大陆来讲对川普的性格一定有做非常多的分析和探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最后的关头还是告诉你，中美如果再开启这样的贸易大战的话，对全世界来讲都是一个伤害。那看你川普怎么做了。川普这个人就是你对他如果很示弱或者很跪地求饶他反而看不起你。川普最崇拜是金正恩这种人像当皇帝一样。那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这个阴影，当然他会有非常多的报复，这个报复是不得不然，是被迫的一个行动嘛。那现在中国大陆放在它很多中心是放在全世界各国非洲、东南亚中南美洲。那当然大家可以看到了，尤其在中亚这个地方的阿拉伯人，所以他的很多能力、很多科技通通在这边的输出的话，大家都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成就。那当然了在我们节目里面讲到的泰国这就是塔信的女儿他现在是当那个泰国总理。那他们当然因为最近的诈骗集团台湾也深受其害，大家都很清楚那我们在那边其实是呼叫无门，我们那边很多人被救出来是台湾的帮派，我们用帮派的力量去帮他救出来那真正中国大陆他们跟因为整个他不止泰国缅甸就这些国家，每个国家都中国大陆跟5个国家合作，他们在5个月逮捕了7万人的犯罪分子，你谁都没办法做到。
就中国大陆领导，我自己派我们的一些高手过去，我们一些军警下去，那各国就配合，所以他是真正在打诈的。他正在打诈，跟台湾我们这边讲的嘴巴在打诈是不一样。我们的打诈国家队不晓得在干嘛，政府就是最大的诈骗集团。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每天在讲那些预算，那些东西都是假的。那看到这些东西，你就应该来省思说，中国大陆现在在打什么主意？没有错，他一边在应付美国，但他其实在全世界各地都在开刀，一边在发展他的科技、军事这些东西，他没有停顿。那我们现在还在仰赖说美国会帮我们，不会。川普根本到现在还没有提到台湾，提到台湾只有2件事：一个台积电要被骂了，过年时候被骂，要抢走我们的晶片；第二个林义庭前期打一打，结果他变成蓝人，他把人家打败了。川普昨天还在讲这件事，所以你知道他对台湾是怎么样的印象，可想而知啊。是这个过去的这个新春假期您有看电影吗？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有一部电影它票房创下了纪录，这是来自于一个神话，中国神话改编的，叫做《哪吒》，它是第2集其实第1集在几年前已经上映过了，不过这个第2集非常厉害，它破纪录之后还继续狂飙截至7号上午已经打破了中国影史的春节档期影片的累计人次那票房现在是108.5亿元人民币还会再往上涨，因为它还继续上映，说是会延长到6个月，因为很多人想进去看那这部片到底为什么这么厉害呢？你知道他帮他的这个母公司光线媒体的股价推升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2天之内它的涨幅超过40%，市值暴涨了116亿元所以推出一个好的作品的的确确会收到很多的回报，像是海外版现在也要开始卖了可是还没有上映，现在已经开始很火红了，包括纽约洛杉矶现在都在增设午夜场的场次。我们看到的这个讯息是2月13号在澳洲、纽西兰上映，然后2月14号在美国、加拿大上映。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有一些评分啦电影网站的评分都觉得这部片拍得不错。其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大家知道动画片就有大量的技术包括这个已经有很多网友在敲碗了，而有一名中国网友他在成都他就让大家看这个巨大的排场这个导播让我们看到巨大的排场非常的震撼。那当然如果说有人在中国大陆生活或者念书，可能可以看到这部影片。目前在台湾应该是暂时还看不到不过它中间其实有很多的细节，包括我刚刚讲动画，那动画片就有人要配音嘛所以配音的人叫做太乙真人的这个角色的配音那在原有的四川方言进行调整，变成一种很独特的叫做太乙川普。大家看到川普会觉得说是讲美国总统吗？其实不是那个是一种方言就是四川的普通话大概有一点口音这样子的一个配音的方式。而另外呢，它创造多大的商机，观众朋友，这个广告当然也是一种这个收入的方式。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一个牛奶的品牌跟它结合在新春期间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销售授权的成功品牌行销。我们来看看这个画面。紧张你5年多了，再次登台肯定还是有点儿，你不紧张吗？紧张？小爷字典里就没这个词儿。该上场了，我在上个厕所。上船准备时间了，我牛奶也没喝完呢。好，您刚刚看到这个片段其实是跟这个广告商一起合作的蒙牛这是一个牛奶的品牌。那可是呢，大家要知道，做一个动画电影，它的特效要用很多的新的科技跟特效。包括特效镜头，说是就有将近2000个，那角色的数量也是第一部的3倍那通通都是中国本土的138家动画公司来完成的，而且包括哪吒，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中国的神话，它要下海，所以要开海闹海，所以有一个海面被撕裂的特效镜头，它的直径达到5000公尺，深度3700公尺，相当于15艘航母的体积，所以它必须模拟那个水海水动态所以难度据说是非常非常的高。那过去如果是10年前，如果你问这个中国大陆的观众说你喜欢什么样的特效片这样动画片，答案很可能是什么？
阿凡达》、变形金刚哦，我们在台湾也一样。可是现在，如果您问这些中国大陆的网友哦，他们就会说哦，这个哪吒哦，所以其实这样讲一讲，很多人想说，哎，很想要看一看。那它当然很多细节啊，包括里头的一些主角啊，像是无量仙翁哦，背锅的龙族哦，它有一些寓意在后面，就是被美国甩锅的中国，还有一些政治上面的意义也在里面。那我刚刚讲到无量仙翁哦，有一个自毁丹，就是被抹黑的新冠病毒。那很多网友也都在讨论，包括天元鼎哦，分裂成5块哦，你看这个形状哦，有人就说很像美国的五角大厦。哦，那当然，有些人看到细节，那有些人是看那个整个场景，有些人是看故事。可是还有另外，在新春期间，中国大陆的这个石破天惊推出来的 DeepSeek 一样哦，在全世界都造成了很多的讨论跟轰动。据说哦，它1周内的用户啊，哦，已经来到了这个包括这个访问量一天哦240万次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呢，包括这个DeepSeek 的幕后推手啦，现在大家都在传哦，或者是都在讨论到底哦是谁哦。那你看玉渊谈天就讲哦，他的幕后推手其实就是美国哦，因为什么他这么红？我们也在讨论，那是因为美国有很多的网友都在讨论 DeepSeek。哦，都说因为他宣布开源嘛，哦，那外网的讨论就开始变成爆发式的成长哦。他推出之后 ，X 平台就有1万条相关的讨论发布，因为有人讨论，它才慢慢的变得更火红。可是 DeepSeek 大家都讲说，哦，这些中国大陆的年轻的人才真的不得了，他们怎么开发出这样子的一个 AI 哦？那就有美国人他们自己在检讨说，美国放走了 AI 的钱学森哦，大家知道那是过去一个非常优秀的科技人才哦。那为什么放走他哦？这个哈佛的这个教授就写了一篇文章说，哈，很可惜啦，因为 DeepSeek 的这个关键工程师叫潘子正，他本来是辉达的实习生，可是最后他可能觉得他的抱负没有办法施展。所以他就回到中国，就跟其他的同僚哦，大家一起研发出 DeepSeek。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现在有更多的一些应用啦、讨论啦，就有人说未来有可能中国大陆会借着 DeepSeek 输出全球南方，然后打造一个现代版的乡村包围城市，它输出到这些国家，然后再包围所谓的这些过去发展比较前面的城市像是 OpenAI 这样子的一些国家。然后请教老师，其实我们的观众朋友，你能想象一个动画片它可以卖了将近，目前的估计至少已经500亿台币哦。然后如果它在欧美的国家再上片，然后再经过6个月在网络上网络上的串流各位想想它可以创造多少财富？一个片子，其实对我们台湾的从事电影工作人来讲，坦白说真的是羡慕因为很明显的好莱坞的片子是越来越不行，而中国大陆的片子好像是一片接一片，每一年都有一些大作，然后都有一些成功的大片一直出来，这个一个在往下走，一个在往上升，而且都已经越来越是国际化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趋势，这个趋势已经对美国人来讲，它越来越难阻挡，因为很明显的，美国好莱坞的套路被大家摸透了，而且已经觉得无趣了因为永远就是那几个套路，好像美国人要当世界英雄拯救世界一样，大家已经对于美国不是这个角色，而且硬要扮演这个角色，已经越来越不耐烦。我们看到，我个人觉得，搞不好这一片也会变成这个3A 的动画3A 的游戏也可能又会出来了，因为它的题材跟它的这些造型很有可能就会周边的延伸性的产品就会一个一个来。我们也看到了，目前大家很喜欢玩的那个公仔已经在大陆来讲已经出来。不过很遗憾的地方是在于，台湾的民众竟然还看不到这个片子。对，应该还看不到。这个时代是两岸呢，这么近这么短的距离，这么短的距离，大陆的民众都已经欣赏完了，我们台湾的民众看不到，这个我觉得不太好民进党当局心胸宽广一点好片子就让他进来，不要挡住，不让他进来。更何况我们也可以参考借鉴嘛，可以参考一下说，他怎么成功，怎么赢的，
而且投资这么的大，因为它的利润最少已经是40%以上，如果再加延伸性的产品，它的利润是相当可观。这个会激发起更多的演艺工业成为一个巨大的创业嘛。心胸宽一点嘛，民进党当局。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谈到哪吒这一部动画片，在中国大陆现在非常的火红。来请教舰长怎么看哦，它的后续的效应？我不知道在这个刚过完的年假，大家都在看什么样的电影或者是电视啊？可是如果说我们看串流平台的话，它竟然把那20-30年前的电影全部通通搬回来了。那如果我们来看有线电视的话，他们在24小时重播陆剧，那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其实也就是这一个西方的这一个有关于影视的内容开始枯竭。那可是我们去年在讲什么？我们去年在讲的是《黑神话：悟空》，我们今年讲的是《哪吒2》，意思就是什么？意思也就是现在中国开始好好的讲好中国人的故事，然后真正的展开中国人的软实力。大家不要认为说这个距离很远哦。我之前就谈过，也就是电动以黑神话悟空来讲的话，那它的其实改变了 business model， 也就是未来啊，它已经可以变成我们个人游戏的个人变成了电影的主角之一，然后你自己回放，你自己来看它的音乐，它的动画都可以跟我们现在讲的哪吒其实相提并论。那哪吒的其实本身呢，也就是现在中国人越来越肯定自己的文化，那自己越来越捧场啊。那至于说现在这一些部分啊，那我们就讲到过年，如果看新闻的话，就被 DeepSeek 那个打得胡说八道。那 DeepSeek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跟这一个钱学森有关啊。那其实这一个事情是谁提的？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也就是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注定一战：中美是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这位教授，所以他对于中国是有一定的了解程度的。那他提出这个警语，那个也就是现在出现在 AI， 未来各个领域方方面面都会出现那个海归，就是大量的从美国回到中国大陆的这一些学人来贡献他的一己之力给中国。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最后时间留给董哥。川普上任的时候，大家注意啊，他的就职的台上坐了5个科技人啊，贝佐斯、祖克伯，然后马斯克，然后周受资就是 TikTok 的执行长，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 OpenAI 的奥特曼。奥特曼最近受了很大的打击，为什么？DeepSeek 出现了，那他后悔莫及啊！他觉得说我们那时候我们是取得领先的，我们那时候开发的这一套本来是要开放的，那现在为什么他造成这样呢？他说，因为他们走在历史错误的这一端了。为什么走在这？你本来应该开源嘛，